科技巨头晨星集团深陷严重财务危机，资金链断裂，引发业界震动，数千员工前程未卜。废，都是一群废人！娘惹是干什么吃的啊？秦总，咱们公司资金链断裂，只要有强力资金注入，就能。天天就知道要钱，有钱谁不会解决问题？秦总，我不是挑事的人，但是如果不是林小雨这个业务主管能力不行，我们公司怎么可能沦落成这个样子？小雨，小雨，妈给你做了你爱吃的糖醋排骨，趁热吃。妈，我们正开会呢，快出去！开什么会也不能不吃饭呀！大家都忙了一上午了吧？要不要一起尝一尝？林小雨，你挺悠闲，公司都快倒闭了，你还想着吃饭呢？想吃饭啊？出去吃，慢慢吃。妈，你赶紧出去吧，公司要倒闭了，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缺钱，房租都不交不起，你也要跟着一起失业，懂得吗？哦，那房租不用交了，我认识你们的房东，我让房东把房租给你们免了。那房租不用交了，我认识你们的房东，我让房东把房租给你们免了。妈，你胡说什么呢？我们集团出好几栋楼的租金，一年要好几千万，怎么可能说免就免？妈妈怎么能眼睁睁的看着你们集团倒闭呢？晨星集团这个园区今年的房租免了吧？再找人给他们投点钱。还投点钱？你是要给我们公司投50还是投100啊？妈，你别胡说了，你就是一个保洁，怎么可能找人投资我们公司？喂，我是秦少天。什么？王总，您要注资我们晨星集团？是，我现在就去见你。超凡科技的王总说要注资的，晨星集团有救。太好了，太好了！妈，你认识超华科技的王总？林小雨，你傻了吧？你妈就是个保洁，她凭什么认识王总？不过是瞎猫逮着了死耗子而已。你这个保洁妈呀，演技倒是不错，要不考虑考虑做个演员吧？也是，你怎么可能认识那种大人物？妈，你今天可让我丢大人了。怎么，你就不相信妈妈？信，你赶紧先回去吧，我还有面试呢，我先走了。哎，你饭还没吃呢，没空。哎，傻孩子，晨星集团的问题可不是出在钱上，你再拼命也救不回来呀，还是得我亲自去查一查。什么？王总，这次招聘是给我的业务部门选人，这么重要的职位怎么能内地人选？别那么激动，小雨啊，你这个小同事能力是有，就是不懂得变通。以你现在的业务能力来讲呢，你应该跟我一个职级。可是你知道为什么你现在还是一个小小的业务主管吗？什么意思？以我副总的一个身份，话都跟你说到这儿了，你还不懂吗？柳丽丽她是我的人，放她进来，今年年底我就跟你提出。可是王总，这样对其他面试者不公平。公平？什么叫公平？他能回答上来面试题，别人回答不上来，这就叫公平。您要透贴对内地人选，这不合规矩。好了，这次面试只招一个人，柳丽丽她必须进来，你明白吗？明白了。好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准备开始面试。
怎么又是你？我们这里不需要打扫卫生的。我不是来打扫卫生的，我是来面试的。面试？妈，你闹什么呀？我没在闹啊，我是来应聘业务专员的。你连大学都没有上过，应聘什么业务专员？别胡闹了，赶紧回家，别给我添乱了啊！林小雨，干什么呢？还不开始面试？我妈她……哎，你妈她愿意参加面试，那就参加呗，反正到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赶紧开始第一轮面试啊！算了，反正就是走个过程。妈，你先去坐那边吧。应聘业务专员的面试者，请轮流进来参加面试。这肯定是面试官在考验我有没有细节观察能力。你的面试不合格，出去。为什么？我们招的是精英，不是保洁。你的时间是用来捡垃圾的吗？你出去。为什么？你的面试已经结束了，我明确的告诉你，这个纸团它就是个套路，谁捡谁滚蛋。你们的时间比捡垃圾更值钱。我们招的是精英，不是保洁。妈，你还是走吧。可我现在还是晨星集团的保洁，打扫卫生是我的职责。没问题的话，面试继续吧。好了，第一轮面试呢已经结束了，现在准备开始第二轮面试。现在呢，由我们公司的业务主管为大家出考题。本次面试的题目是：我们集团的核心供应商突然单方面要求涨价30%，如何应对？我们可以采用 SWOT 分析法，结合波特五力模型，进行供应链的垂直与整合，优化成本结构，并且还可以寻求替代方案，建设战略缓冲池。这答案简直无懈可击。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完美，完美的回答！哈哈哈。谢谢你的夸奖。背得这么流利，明明就是王天华提前透了题，难道就让他这么进来晨星集团？还有人有其他的答案吗？那么咱们本次的面试结果呢？我有。你还有比他更好的答案？当然，他的回答只是教科书上的经典答案，并不是最好的。哟呵，那你倒是说说，你有什么更好的方案？答应他们。答应他们？笑话！对方要涨价，你还要答应他们？当然，核心供应商如果要涨价，不仅要答应他们，还要再多给他们钱，在原合同价基础上再让利5%。给他们让利？你这是在帮公司还是在坏公司啊？这保洁是来捣乱的吧？我说大妈，你这脑子里没坑吧？这就是你所谓的比我更好的答案。妈，你快别说话了。作为条件，我们要用这笔额外的采购款直接入股他们公司，要求获得至少15%的股份。这样涨价的钱，大部分又通过分红回到了我们的手里。我们从此不再是甲乙方，而是利益共同体。他们再想随意的要挟我们，就得先掂量掂量自己股东的损失。什么？这么巧妙的解决办法，既不会撕破脸，公司又不会有损失。这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一个保洁怎么可能想到这么好的解决方案？这不是很简单吗？商业合作
无非是利益交换。不可能，林小雨，你肯定是提前给你妈透露了面试题，然后给你妈想到了这个方案，对不对？你这是舞弊。王总，你是不是想多了？我连我妈来参加面试都不知道，怎么可能透题给她？一个保洁能想到资本入股这种解决方法，你当我们都是3岁小孩吗？王天华，明明是你泄露面试题给……好啊你，不仅舞弊，还反咬我一口，我现在就报告总裁，开除你们俩。这么简单的题还用得着透题？谁透题谁不是傻子吗？你少在这里胡搅蛮缠，再不滚我叫保安了。叫保安？好啊，正好我也认识咱们集团的保安，刚才在等待面试的时候，我不小心看到了一些东西。小雨啊，你这个小同事能力是有的，就是不懂得变通。居然有我跟林小雨说话的录像，若我举报到公司，那我就完了。还要继续放下去吗？怎么样，面试官，我的回答还可以吗？陆琪，这个林小雨故意坏我好事啊！王总，那您说我这该怎么办啊？既然正常招聘行不通，那你就明着进来，我特招你直接当我的秘书。好，谢谢王总。你去把林小雨他们给我叫过来，我今天非得好好整治他们。好。妈，这是我们公司的基本资料和一些业务文件，你先整理一下。好，小雨啊，这家公司已经蛇鼠一窝，腐败成风，你就非要吊死在这家公司吗？我从毕业就进了诚信集团，打拼到现在，好不容易有了现在的岗位，您说我舍得走吗？其实呀，妈在老家也有些生意，要不你还是听妈妈的，回来帮我打理一下吧。老家的生意，那跟诚信集团能比吗？还是算了吧。林小雨，王总说叫你去看他的办公室。你不是刚才那个关系户吗？面试都结束了，你怎么还在这儿？你这是什么态度呀？哦，忘了告诉你了，王总已经破格让我当他的秘书了。秘书？找我干什么？今天呢，我约了普婷投资的王总助，你去见一下，务必为公司拉来200亿的投资。200亿？这怎么可能？你身为公司的业务总监，为公司拉投资不是你的本职工作吗？可是200亿的投资，一个总助他能负责吗？为什么不能直接约见普婷投资的郑总呢？如果我能约得来郑文磊，我还至于找你吗？可是找王总助根本就拉不来200亿的投资啊！你这不是故意为难我吗？明说，我就是故意为难，或者你陪我一晚，这事儿啊就算了。你休想！哼，好啊，那你就想办法拉你那200亿的投资吧，拉不来的话，你就以就辞职。丽丽，今晚你跟着林小雨一起去见王总助，我要让他冲着你的名义为公司投资几百万。这下我看林小雨怎么向秦总交代。好。哎，谁让你动我东西的？啊，不好意思，我这就给你放回去。你别动了，毛手毛脚的，真是。妈，你怎么还在打扫卫生啊？也不干点正事儿。什么正事儿？我刚刚不是给了你一堆文件让你看吗？哦，这些我都看完了。哎呀，妈妈闲不住，所以啊，去做做卫生。这么多文件，你这么快就看完了？是啊。妈，
你就别胡吹大气了，我正心烦着呢。怎么了，小雨？王天华让我找普婷投资的王总助拉200亿投资，完不成就要开除我，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普婷投资，那不是郑文磊的公司吗？是啊，妈，你也知道郑总？当然了，我跟小郑熟得很，我这就给他打一个电话，让他给你投个200亿。妈，你别吹牛了，都什么时候了？妈妈哪吹牛了？我马上就给小郑打电话，区200亿包在妈身上。妈，你别胡扯了，你现在啊，赶紧收拾好东西，准备参加宴会。我换身衣服就过去啊。嗯。喂，小郑啊，给我准备200亿的资金，我要给我女儿的公司投资。妈，你到了吗？投资贷的文件带了吗？来了。小雨，你给我的资料我已经看过了，你们公司怎么这么多问题，到处都是漏洞啊！实在不行，我把你们公司收购了，交给你好好整顿一下。好，我等着你收购我们公司那天，赶紧进去吧，走。王总助，你好。你就是林小雨啊？坐吧。妈，你坐我旁边吧。这保洁怎么也配上桌啊？林小雨，不是我说你也不看看这宴会是什么规格。至于这保洁呢，就该站在保洁该站的位置上去。我妈现在已经入职诚兴集团了，现在是我手下的业务专员。业务专员？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呀是我们普婷投资郑文磊郑总手下的第1总助王子龙，王总。小雨啊，你找一个助理给你们公司投资，你是不是找错人了？小郑的一个总助，他有资格负责200亿投资吗？你放肆！说什么？对不起，他年纪大了，乱说的。我胡说什么啦？你投得起200亿吗？好啊，今天我看着丽丽的面子，本来还想给你们晨星集团投个几百万，既然你嫌少，那我不投。哎，别呀，王总，我这业绩可还指望着您呢。林小雨，还不赶紧管管那个当保洁的妈！妈，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既然他投不起200亿，搭理他干什么？妈，虽然他不可能一次性投200亿，但是只要我能带过去一部分投资，王天华也不会逼着我离职的。傻孩子，他这就是在故意给你做局，你还指望他可以放过你啊？可是我不努力试试，就是有把柄落在了他手里，到时候他说我拉不来投资，岂不是随时就能开除我？小雨啊，你放心，今天这个投资，妈一定帮你拿下。小郑一会儿就过来，我让他给你投200亿，你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妈，你就是一个保洁，你怎么可能认识郑总这种大人物呢？再说了，200亿的投资，就算是郑总，也不可能一下子拿出来吧？放心，我今天上午已经给小郑打过招呼了，这会儿他应该已经准备好了。有意思，这么多年了，我还是第一次听见有人叫郑总小郑的。王总，这说不定呀，不是叫郑总小郑，是叫那楼下的保安小郑呢，是不是？咱呀就别搭理他了，还是继续聊一聊投资的事情。投资啊，也不是不行。你现在让这个保洁和女儿给我滚出去！可是这次的投资是我负责跟您谈的。谈？我看丽丽谈的也蛮好的嘛，这个业绩给丽丽也是一样的。谢谢王总。林小雨，你听见了吧？还不赶紧带着你那个当保洁的妈滚出去，免得碍了我们王总的眼。你再在这儿影响到我的心情，我就1分钱也不给你们公司投。林小雨，搞砸了这次投资，你可是知道后果如何的哦。
妈，我们走吧。走？为什么走？小郑马上就到了。小郑马上就要到了，我可是郑总的第一祖宗，他来不来我能不知道吗？正云资本郑总到。郑总，您来了。郑总，没想到您也来到今天这个宴会上，有失远迎，请您见谅。没事，我也是临时起意，听说有一位前辈在这儿，所以过来拜访一下。前辈，不知道是哪个商界顶流或资本大亨啊？以你们的身份，应该接触不到他这个层级。子龙啊，一会儿你收拾一下，和我一起去见这位前辈。是郑总。郑总你好，我是诚信集团的林小雨，这是我的名片。郑总，他们晨星集团呢，现在问题一大堆，快不行了。晨星集团，我有看过资料，管理混乱，业务下滑，没有投资价值。郑总说的是，我们也不会投的。可是郑总，我们公司……林小雨，你还是省省吧，还不赶紧带着那个当保洁的妈滚蛋！对，他那个保洁妈呀，刚才还吹牛说认识程经理，这怎么可能？保洁？你刚才说什么？没事，郑总，我刚才说小雨她那个保洁妈说认识您，她怎么可能认识？你说的那个保洁在哪儿？就是他。啊，郑总您放心，只要您一声令下，我马上把他赶过去。林姐，姐，林姐，没想到您真的在这儿。林姐，郑总竟然叫这个保洁林姐，郑总竟然对这个保洁这么尊敬。王总，是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啊。小郑啊，我跟你说多少次了，不用这么客气的。嘿，林姐，你说笑了。您对我恩重如山，我怎么能对您不尊重呢？您有什么吩咐啊？啊，没什么，就是之前电话里说过的，投200亿给我女儿公司晨星集团。没问题，钱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现在就安排。妈，你疯了，你还在演？我没演啊。那郑总是看你年纪大了，在外人面前给你没面子，说个场面话而已。你倒好，怎么还命令起他来了？快点跟我去跟他道歉。我跟他道歉？道什么歉？林小姐，说道什么歉？林小姐，林小姐，谁啊？关于投资贵公司的事，我们能不能单独聊一聊？关于投资贵公司的事，我们能不能单独聊一聊？可以，当然可以。请。林小姐，请坐。关于这个200亿投资的细节呢？郑总，您真的愿意投资我们公司啊？我妈她刚刚都是乱说的，您别当真啊。林小姐，您说林姐乱说？是啊，我妈这个人没什么本事，就是嘴上功夫厉害。没什么本事，嘴上功夫厉害。是啊，她刚刚都把您的总助给说生气了。是吗？他还敢跟林姐生气？各位都散了吧，郑总有很重要的事要谈，都散了。哎，
保洁阿姨，您真的认识郑总啊？是啊，阿姨，您到底是什么人呢？郑总为什么要听您的，投资给晨星集团呢？可能是郑总看上他们晨星集团的潜力了吧？潜力啊？晨星集团还有什么潜力啊？不行，我得赶紧跟王总打电话汇报一下。丽丽，怎么样？林小雨那丫头出丑了吧？王总，不好了，郑总突然过来了，而且现在还正在跟林小雨谈投资呢。什么？不可能！千真万确呀，王总，这要是真的让那个林小雨拉了200亿的投资，那他以后在公司还不得横着走？想得美！我马上过去，说什么也不能让他把这个投资给我谈成。王总，您可算是来了。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啊，这郑总一来，直接就找上了林小雨和那个当保洁的妈，突然就说要谈什么投资了。王总说，你跟着郑总这么长时间了，郑总他为什么怎么会认识林小雨呢？我也不知道啊，如果他们认识，我怎么可能认不出那对母女呢？对，倒是那个保洁，他说啊，郑总应该是看上了晨星集团的潜力的。既然王总主不认识他们2个，那么可能郑总真的看上晨星集团了。不行，如果被林小雨拉到郑总的投资，那我还怎么对他下手啊？是啊，王总，要是真的被那个林小雨拉来200亿的投资，那这晨星集团以后可就是他说了算。今天啊，一定要抢到郑总的投资，如果抢不到啊，就给他搅黄。带路。郑总。哎呀，郑总，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我是晨星集团的副总王电话。哦，王副总。郑总，您投资我们公司的事儿呢，您跟我谈就行。林小雨呢，他只是个业务主管，档期不够，很多公司的核心决策呢，他也不了解，所以啊，您跟我聊就行了，跟他聊不合适啊。是吗？是啊，像这种大事啊，您跟我谈就行了。小雨，我说的对吗？是。小雨，这里啊没你什么事儿了，你先出去吧。是，王总。妈，小雨，你怎么出来了？这么快就谈完了？什么谈完了？王天华来了，他说我的身份不够格和郑总他这么大投资，把我赶走了。身份？这文伟给你们公司投资，看的是你的面子，他把你赶出来。妈，你别说了，我就是晨星集团一个小小的业务主管。如果郑总要投资晨星集团，我这个身份确实不匹配。不匹配？如果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小郑能看得上他晨星集团？妈，你别再说这种话了。郑总要投资，确实应该找王总哥合出席。我哪有那么大面子？你是我林丽萍的女儿，这就是你最大的面子，明白了吗？走，去哪儿？回去，把我的投资要回。妈，小郑，林姐，林姐，不是告诉你没你什么事了吗？你怎么回来了？王副总，郑总是我拉过来给晨星集团投资，对接的是我的女儿，你横插一脚干什么？哟，这投资还没拉到手呢，这么着急就开始抢功劳了？你知道什么叫以公司利益为重？这么高的投资金额，林小雨她能把握住吗？既然你觉得我女儿把握不住，那么我觉得这笔投资也没有必要给晨星集团。小郑，你可以先走了。好，林姐，那我先告辞了。
郑总，你别走啊！林丽萍，你疯了！怎么了？你知不知道你搞砸了我们公司200亿的项目？这投资本来就是我妈拉来的，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拉来的？放屁！我告诉你啊，我马上就要和郑总谈成了。今天的这笔投资失败，你们2个负全部责任。王天华，你处处针对我，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我明确的告诉你啊，我就是故意的。咱们之前的条件呢依然有效，你今天陪我1晚，就暂且放过你和你这个保洁妈。你做梦！我就是拼了这份工作不要，也要告你！妈，我们走，好好的吃眼前亏。走，往哪儿走？谁也别想走。慢着，怎么着？知道害怕了？晚了！今天你们2个谁也别走出这个地方。你刚才说什么？我说你们2个谁也走不出去。你说让我女儿陪睡？没错，你女儿陪我睡了，那是她的荣幸。是啊，能被王总看上，那也是她的福气。妈妈，你动手动手打人！我打他，是他的荣幸。你个找我，你可打我！你完了！今天就算你把你女儿赶紧扔到我床上，我会饶了你！早上没刷牙吗？嘴这么臭，还敢打我臭娘们，你找死！妈，别打了，别打了！你个臭保洁，你疯了吗？居然敢对王总动手！你知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我当然知道了，不就是晨星集团一个副总吗？你既然知道他是什么人，难道不怕他报复你吗？你明知道我身份，你还敢嘴硬，你完了！我告诉你，你们2个今天谁也别想走出这个酒店。好，你等着，我这就叫秦总过来，你们2个今天死定了。怎么回事？秦总，你可算来了！就是他们母女2人，今天不但搞砸了200亿的投资，而且还敢对我动手。你看我这个脸，让这个保洁给我打的。什么？200亿的项目搞黄了？赶紧说！我今天不是约了普天投资的郑总谈生意吗？什么你约到的？郑总明明是我妈约到的。你妈一个保洁，她凭什么能约到郑总这种大人物？秦总，你说对吗？是啊，秦总，您可别听这对母女胡言乱语啊。然后接着说。然后马上就要说服郑总，准备给咱们晨星集团投资200亿。没想到林小雨他妈这个保洁，不知天高地厚，竟然敢命令郑总把郑总给气走了。气走了？是啊，眼看就要到手的200亿，这下彻底黄了。秦总，不是这样的，郑总的投资明明是我妈。你妈就是个臭保洁，她凭什么能拿来200亿投资？秦总，你用脚趾头想想也知道不可能，分明就是他们2个搞砸了此次投资，还在这里胡搅蛮缠。林丽萍、林小雨，你们太让我失望。秦总，你听我解释。不用解释了，公司正值危难时期，你们不为公司考虑就罢了，还破坏公司的好事儿。我正式的宣布，你们俩被开除了。你们俩被开除了。秦总，你听我解释，真的是……不用解释了，叫保安把你撵出去。好，林小雨，你太让我失望了。捅了这么大个篓子，我看这江城哪还有公司敢要你？以后你就跟着你这个当保洁的妈出去扫大街好了。秦总，你不能这么做。这些年来，我为公司兢兢业业，全公司上下的人全都看在眼里的。200亿，有了这200亿，公司就能更上一层楼。你搞砸了这笔投资，谁能留你？可是，小雨，不用伤心，有这种是非不分的老板在，晨星集团迟早要倒闭，不过是早倒晚倒的区别罢了。哼，迟早倒闭。你一个保洁凭什么这么说？你以为你谁呀？我是谁？
之前公司交不上租金的时候，是谁一个电话就让房东免租的？之前资金链断裂的时候，又是谁一个电话就让超凡科技的王总注资的？少在脸上贴金了。超凡科技给我们晨星集团注资，那是我们公司有投资的潜力，我们能拿到这笔投资跟你有什么关系？秦总，就是他们母女二人总喜欢抢功劳。对于房租那点小钱，我们有了超凡科技的投资，我们交上又能怎么样？好，既然跟你没关系，那就算了吧。小王吗？是。我今天让你给晨星集团的注资立刻撤销。是，林总，我马上。装，接着装。喂，王总啊，我是晨星科技的小秦啊。秦总啊，我代表超凡科技集团通知您，经过我们重新评估，决定撤销对晨星集团所有的注资。再见。喂，王总，这怎么可能？王天华，你快想办法！丽丽，赶快去见王总，一定要让王总收回成命。必要的时候用你的身体也是可以的。快去！是，妈，你真的认识王总？哼，就算王总撤资了又能怎么样？我们公司已经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资金链已经饱和，没有他超凡科技，我们照样能活。是吗？我看过你们公司的资料，公司这几年赚钱的项目几乎全部都是由小雨一个人带队独立完成的。那又怎样？怎样？你们这帮臭鱼烂虾，吸着我女儿的血，让我女儿当牛做马，现在还要开除她？那是他作为员工应尽的义务。义务？好，那我就问问你，晨星集团要你这个毫无眼光、任人唯亲、只会把压力转嫁给下属的老板，有什么用呢？我没用，你来当老板啊？好啊，开始收购晨星集团。收购？你要收购我们晨星集团？你个臭保洁的，吹牛也不打打草稿啊！你以为是过家家呢？你知道现在我们晨星集团市值多少个亿？就算你认识王总，又能怎么样？王总不可能为了帮你而出资收购我们集团的。妈，你别说了，我们公司市值几十个亿，就算你真的认识王总，王总也不可能帮你收购晨星集团的。妈说要收购，就一定能收购。你说收购就能收购？收购是要花钱的，你有钱吗？你凭什么收购我的集团？你们是谁？晨星集团秦向天先生是吗？我们是资本监督总署特别调查组的。我是秦向天，你们有什么事？经过查实，你名下所持有的晨星集团所有股份已被分散收购，现已全部转移到新任最大股东名下，请你立刻交出公司的公章及相关印件。我怎么不知道我的股份被收购了？你们是什么特别调查组？合法吗？我要去告！所有收购流程合法合规，市场行为溢价收购。溢价收购？晨星集团市值接近60亿，怎么可能有人一夜之间收购我的晨星集团？这是股权变更文件副本，你现在已经不是晨星集团总经理兼法人代表了。市值60亿，
他100亿收购。我再重复一遍，请立刻交出公司的公章及相关印件。我能问一下，是谁收购了我们公司吗？林小雨女士，您现在是晨星集团总经理兼法人代表，这是您的公司公章，请您保管好。我的？我们到底是什么人？林丽萍女士现在是晨星集团绝对控股股东以及新任董事长。小雨啊，既然你对晨星集团有这么深的感情，那么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晨星集团的总经理了。我？妈，这不行，我怎么能？我相信你可以，希望他在你的整顿之下可以焕然新生。行，林丽萍，算你狠。既然你花钱买我的股份，行，我认栽。我拿这钱去潇洒，总行了吧？秦总，你可不能忘了我呀！我对公司忠心耿耿。少废话！这娘们儿既然花钱买我的股份，我高兴还来不及呢。60亿的集团卖了100亿，有了这笔钱，我到哪里不能东山再起？王总，慢着，你们还不能走。妈，你还能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我不可以，但他可以。秦啸天先生、王天华先生，我们同时接到10名举报，并掌握确凿证据。你2人在公司担任高管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多次进行利益输送，侵占公司资产，涉嫌严重经济犯罪。现在，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什么？带走。不，林总，不能这样！你饶了我吧，林总！林总！我这不是在做梦吧？傻女儿，当然不是了。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现在妈可以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了。其实，妈并不是一名普通的保洁。那你是？我就是20年前隐退的星耀资本的创始人。原来您就是那个金融女王，原来传说都是真的。可您为什么要隐退？一些旧事，等以后慢慢跟你说。可是妈，您既然是这么厉害的人物，为什么要来我们的公司当保洁呢？还不是因为你吗？我是想让你回去继承咱们家生意的，可你不是不愿意回去吗？那我就只可以暗中观察观察你的心性和能力了。原来大名鼎鼎的金融女王，居然就是我妈。既然你不愿意回去，那我就把晨星集团交给你来管理，你来当总经理。可是我害怕我的能力还不足以掌控整个集团。那这样，我让郑文磊过来帮你一段时间，他经验丰富，可以任集团执行官，这样总可以了吧？妈，谢谢您。不过我害怕直接当总经理，辜负了您的期望。我想先从副总做起，让郑总来掌管公司，我在副总的位置上继续磨练，可以吗？好，也可以这样想，妈妈很欣慰。那就按你说的办。林姐，林小姐。小郑啊，以后晨星集团就交给你了，你担任 CEO， 小雨担任业务副总，你多带一下他。好，林姐，我一定竭尽全力。郑总，以后请多指教。以后请多指教。妈，郑总，我先给我男朋友打电话报个喜，顺便约个时间，让妈您见见他。对了，小雨，你记得妈的身份千万要保密。既然要见他，那总要考察一下这个孩子的心性。放心吧，妈，您一定会满意他的。但愿是个好消息吧。
哎呦，这什么破地方啊，一点都不高端。妈，你别说了。什么别说了？你这孩子是有了媳妇儿就忘了娘，是不是？阿姨，您来了，我是林小雨。小雨啊，这就是你妈妈？怎么你妈是个保洁呀？说你不收拾收拾就过来了，真是土死了。阿姨啊，我妈就是穿的比较朴素，您快请坐吧。阿姨，张明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升职了，现在是我们公司的业务副总。那挺好的。副总，听着是挺好的，可别是那种有名无实的虚职。再说了，一个快倒闭的公司，有什么值得高兴的？阿姨，其实啊，我们公司已经度过危机了，而且……行了，这有什么可说的啊？是，我去一下洗手间。张明，阿姨怎么一上来就挑我妈的毛病啊？她不满意我吗？我妈她人就这样，你稍微忍一下。那你劝劝她呀，这样当面挑毛病，咱们怎么远？我听我妈的。你。亲家母，初次见面，一点心意。亲家母就别叫了，谁知道他俩事儿啊成不成呢？没必要叫的那么亲，还是个名牌啊，贵不贵啊？不贵，一点心意而已。我想着就不贵，你一个保洁能会买多真的东西啊？该不会是在哪个地摊买的堆货吧？阿姨，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就算我妈，就是一点小心意而已。你要是不喜欢，我收起来就是了。心意？我看是心虚吧。这第一次见面就弄个假货来糊弄我们，保不齐啊，以后弄虚作假，怎么坑我们张家呢？弄虚作假？你能不能说明白点？有话我就直说了。你女儿啊，说从来没有谈过恋爱，这个现在社会啊，那女孩家家的，谁知道干不干净？谁知道干不干净？阿姨，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小雨，你别激动，我妈她就是心直口快。那你说说，什么叫做干不干净？哟，这就戳着你痛处了，还没过我们张家门了，这会儿啊就开始质问我儿子了。张明，我在问你。我妈她这也是为了我好。我妈她年纪大了，思想比较传统，她没办法接受儿媳是二手。二手，在你妈眼里，我就是个物件。切，是不是物件咱就另说，你就别转移话题，你就说你是不是二手货。张明，我们从高中到现在谈了这么久的恋爱，我跟你是不是初恋，你难道不清楚吗？你现在就这样看着你妈来侮辱我。你们高中谈朋友，张明是给我说了，但是你们谈了这么久，那谁知道你中间有没有出去鬼混，有没有出去找野男人啊？对不对？你简直不可理喻！妈，我们走。呀，这就着急了，被我们戳破了，没脸在这儿待下去了。小雨，你别走。我妈她就是嘴毒，但心里是喜欢你的。喜欢我？喜欢我就可以说我出去鬼混，说我找野男人。我妈她就是不会说话，只不过就是嘴上没绑人那罢了。你就再忍忍她，好不好？你想，
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你怎么可能放得下呢？啊！行了，既然知道错了，那就坐下谈正事儿吧。既然你女儿非要缠着嫁给我儿子，那咱就说说彩礼的事儿。彩礼，我们能不能成亲家还不一定呢。现在说有点早了吧？你要听到我们家彩礼啊，你就哭着喊着也要把女儿嫁到我们家。哦，是吗？那你说说，你们家彩礼有多少？我们老张家的彩礼准备的可是多了，2床新被子，拖鞋、茶杯、茶缸、牙刷什么的，都准备齐了。将来啊，他们买房子，这些生活用品啊都不用买，怎么样？我们老张家够意思吧？你笑什么呀？没什么，我是嫁女儿，不是卖女儿，彩礼给多少都无所谓。那你们娘家准备出多少嫁妆啊？我就这么一个女儿，从小娇生惯养的，那我就出388万现金，5套别墅，10辆豪车，做陪嫁吧。真的？你说的是真的？你没有给我们开玩笑？是你们先跟我开玩笑。你个臭保洁的，你在耍我们啊！我女儿的陪嫁自然是有这么多，但凭什么给你们老张家？你女儿跟我儿子谈了这么久的恋爱，早就是2手货了。要是我儿子，谁还会要？张明，这也是你的意思？我还听我妈的。好一个听你妈的！我们之间到此为止。果然是上不了台面的人家，早就说了，小明找的女人不行。幸好啊，是我眼光好，早就给我儿子挑了更好的儿媳妇儿。更好的儿媳。阿姨，张明，我没来晚吧？来的正好，不晚不晚。有丽丽。张明，这就是你妈给你找的更好的儿媳。林小雨，你连个自己的男人都当不好，看来你这业务副主管当的也不怎么样啊。我当是谁呢？原来你给你儿子千挑万选，就捡了这么个货色。昨天超凡科技的王总还跟我说，晨星集团为了挽回投资，派了一个女人去色诱他，被他赶出来了，说的就是柳小姐你吧？林玉萍，你少在这胡说八道！谁色诱了？王总恐怕都不认识你这个臭保洁吧？就是，你少在这污蔑丽丽。来，丽丽，来这里坐。张明，也就为了这样一个女人，舍弃了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我妈说丽丽跟王总有关系，只要我跟丽丽结婚，王总就能给我们家公司一笔大订单，到时候我们家就能飞黄腾达了。你妈刚才不是口口声声说不喜欢2手货吗？怎么捡了个别人都嫌弃的垃圾，反倒当成宝供起来了？谁是2手货？谁又是垃圾？先傍王天华，又傍超凡科技的王总，怎么就不是2手货了？说你是2手货，都抬举你了。不要撕烂你的嘴！今天，丽丽，别这样，好歹我和小雨之前也有感情。给我闭嘴！我跟你结婚不过是个幌子，你还真把自己当什么玩意儿了？怎么，你不是心疼你儿子吗？现在他当面打你儿子，你怎么不敢说话了？那丽丽跟王总有关系，那他就是我们家的财神爷。那脾气大点怎么？财神爷？超凡科技王总的情人，也变成你们家的财神爷了？那又怎么样？你们家有这条件吗？若没有啊，就给我闭嘴！小贱人，你跟谁称呼？我今天非得撕了你不可！我……丽丽，咱们马上就要结婚了，
这个时候动手不太好，万一影响到王总的计划。好，那我就给王总打电话，让他来收拾收拾你们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蠢货。好啊，我等着。王总，好，这稳住了吧？怎么回事？哎呀，王总啊，您可算来了！哥哥，可算来了，你要为我做主。他们两个贱人一直都在骂我。翻天了！敢在我江城地界欺负我王霸罩着的人，我腻了。王总啊，就是这个臭保洁的，还有他女儿啊，他居然骂丽丽是20或是垃圾，他还瞧不起您呢。是啊，哥哥，他们还骂得可难听了。就是你们这两个臭娘们儿，敢骂我的女人。对，就是我不骂。胆子不小啊！再骂一遍试试。今天我这么多兄弟，看他们能不能撕碎了你。撕了我们？王总，你好大的威风啊！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你给我转过身来。林总，你怎么在这儿？林总，误会，天大的误会，我不知道你在这儿。哥哥，你在干什么呀？他就是个臭保洁呀！你给我闭嘴！你想害死我吗？对不起，我不知道您在这儿，刚才冲撞了您，望您恕罪。王总，您不是说要让这帮兄弟撕了我们母女？不敢，不敢，全是胡说八道！你们还愣着干什么？都给我滚出去！是。他说她是你的女人。没有的事，林总，你别听他胡说，他就是个贱货。王天华指派他来跟我攀关系，谁知道他到处打着我的旗号招摇撞骗。王总，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们明明……你给我闭嘴！你想害死我呀？王总，你怎么能这么说呢？那晚在酒店，明明是你抱着我说我是你的人，明明是你承诺过你会为我摆平一切，你现在翻脸不认人了。你胡说什么？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你别污蔑我，别跟我对你不客气。污蔑？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的手机里现在还有我们的聊天记录和转账凭证，你叫过我宝贝，给我转过50万，难道这些都是假的吗？那些钱都是你勒索我的，我一时糊涂，被你这种女人缠上，我现在后悔莫及。后悔？你现在用完我就想甩掉我了是吧？好，你不承认，那我就把那天晚上的事情来告诉大家。那天晚上你喝醉了，是我把你扶回了酒店，我们发生了关系，你口口声声说你会离婚娶我的。闭嘴！你这个贱货！林总，您别听他在这胡说八道，这种女人为了钱，什么谎言都能编得出来。姓王的，你是个人？我为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你现在这样对我？我的手机里有证据，照片有录音，你要是不承认的话，我就把他们全都开了。公开？你敢？我让你在江城混不下去。林总，我向你保证，我跟这个女人没有任何关系，都是她一厢情愿的。你们的事我不感兴趣。哦，原来你们是一伙的是吧？我走，但你们都给我记好了，我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林总，您看这个疯女人终于走了，我真的是被冤枉了，被这种货色缠上，差点毁了名声。王总，你的私事我不感兴趣，既然你解决了，
就走吧。是，我先走。哎呦，林总啊，原来您才是真佛呀！以前呀，都是我有眼无珠，您就别给我一般见识。哎呀，小宁，快给小雨道歉呐！小雨，对不起，刚才是我妈不对。那个，我们还能不能？张明，你到现在还在听你妈的？我们之间完了。哎呀，别呀，小雨，你看我们家小明多老实啊，那结婚以后肯定会听你的。哎，彩礼我们可以再加5万，不，10万，只要你们结婚呢，哎，什么都好说。我女儿不稀罕你那点钱。张明，我们从高中就在一起，我一直以为你是个有主见的人，可我今天算看清了，你妈妈说什么你就做什么，连基本的是非对错都分不清。我们分手吧。小雨，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是真的爱你。哎呀，是啊，林总啊，你就劝小雨吧。虽然我们老张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但是我们绝对不会亏待他的。不必了，从今以后我们各走各的路。妈，我们走。哎，等，林总，哎呀，您大人不计小人过，这个刚才的话呀，就当我没说。小宁，你可能跪下求小雨啊！不必了，感情强求不来，你们好自为之。完了，这下都全完了！哎呀，张明，你怎么这么凶啊？妈，还不是你逼我。闭嘴！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哎呀，赶快走，别在这丢人现眼了！走。刘丽，你站住！你还来找我干什么？是小贱丢人丢的还不够吗？你听我说，刚才那种情况，我不得不那样做。你知道李丽萍是谁吗？林丽萍，她不就是个保洁吗？她能有什么来头？她是20年前隐退星耀资本的创始人，身价1000亿，人脉通天，我们惹不起。星耀资本？你是说那个掌控了半数亚洲金融市场的星耀资本？千真万确，我早年受过他的提携，知道他的手段。今日要是把他得罪狠了，我超凡科技可能一夜要倒闭。那你今天动手打了我，害得我颜面扫地，这口气我咽不下去。难道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了吗？你这样让我以后在江城怎么混？办法当然有，我现在就能联系5大隐士家族，他们资金雄厚，人脉遍布全球，只要能获得他们的支持，我就能跟李丽萍抗衡。大隐士家族，他们不是从不插手这些世俗生意吗？那是以前，现在时代变了，他们也想分一杯羹。只要我谈成合作，今日受的屈辱，我一定100倍奉还。好，那你快点行动。我等你消息。但是今天这口气我咽不下去。你先低调段时间，别再生事了。等我联系他们，自有安排。行，那我最后再相信你。你如果这次还敢骗我的话，我就把我们所有的证据都给你看。放心，这次绝对不会让你失望。南宫小姐，今日邀请你来是有要事相商。林丽萍重出江湖，收购晨星集团，意图整合江城商界。林丽萍，那个20年前的金融女王，她不是退隐江湖了吗？南宫小姐，您有所不知，林丽萍通过她女儿掌控晨星集团，来势汹汹。如果让她发展起来，恐怕5大隐士家族将会受到影响。她要是卷土重来，确实是个很大的威胁。但王总，你凭什么认为我们能与你合作？我超凡科技集团在江城根基深固，
加上各位的资金和人脉，足以对抗林丽萍。只要各位投资500亿，我能暗中布局，逐步瓦解晨星集团。500亿，胃口不小啊！那你又能给我们什么回报？晨星集团收购以后，利润按股分成。此外，我会帮各位打通在江城的政商关系，让尹氏家族走向台前。听起来还不错。那你是什么意思？你有什么具体的计划？首先，我会联系晨星集团对郑文磊和林小雨不满的高管里应外合。其次，我会在关键业务上制造事端，打击股市，最后通过舆论战抹黑林丽萍，逼她再次退役。风险不小，但如果能成功的话，确实利益可观。我代表5大家族各投100亿，总共500亿，支持你的计划。多谢南宫小姐，我王爸一定不负所托。记住，行动要隐秘，若泄露风声，我们将随时撤资。好的，我这就去办。刘副总、李总监，是有什么事吗？找你自然是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林小雨，经董事会临时决议，认为你经验不足，领导能力欠缺，决定暂停你的一切。什么董事会决议？我是董事长任命的副总，郑总不在，我就是最高负责人。谁下的决议？这是超过60%的股东联名签署的罢免令。你上任后，集团业务非但没有起色，反而屡次出现决策失误，导致公司股价震荡，声誉受损。不可能，这上面很多股东都是长期不参与经营的，你们怎么拿到的授权书？这你就不用管了。现在，请你立刻交出办公室的钥匙和门禁卡，配合我们进行工作交接。这是篡位，等我妈和郑总回来，你们怎么交代？哎，林丽萍女士只是投资人，至于郑文磊，哼，等他回来之后，恐怕这晨星集团已经不是原来的晨星了。晚安，带林小姐下去休息。你们这是非法拘禁！我要召开新闻发布会，揭露你们的阴谋。随便你怎么说，不过在你休息期间呢，恐怕是没办法跟外界联系。带走。感谢各位股东在紧急时刻参加会议。正如我之前所通报的，由于林小雨的错误决策，导致公司资金链随时可能断裂。为了挽救公司，我们必须立刻启动应急预案。林副总，你说有办法救公司，那具体方案是什么？我们已经找到了新的战略投资者，由王总牵头的5月资本愿意注资500亿，帮助我们渡过难关。500亿？那条件呢？各位股东，条件很简单：第一，由王总担任集团 CEO；第二，晨星集团需要定向增发新股，由5月资本收购，以确保控制权。这不是要稀释我们所有老股东的股份吗？现在只有这一个办法了，否则公司破产，各位手中的股份将一文不值。好，现在进行表决，同意增发新股并改组董事会的股东，请举手。好，决议通过，立刻执行。董事长，您怎么来了？我过来找我女儿，她电话怎么打不通？林副总他今天没来上班。没来上班？小郑他出差之前说过，集团所有事务由小雨一个人全权负责，他没有什么急事，怎么可能不来上班？打开电梯，我现在就要上去。对不起，李女士，刘副总他正在楼上召开紧急会议，他已吩咐过，任何人不能打扰会议。任何人？我是集团董事长，
任何人里也包括我。让开！决议通过，从现在开始，林小雨将被罢免，由王总出任集团新的 CEO。股东大会罢免我女儿，引入新资本，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林总，你怎么了？我们正在召开紧急股东大会，召开股东大会，为什么不通知我这个集团董事长？郑文磊和林小雨两人倒行逆施，我已经请了5月资本援助晨星集团。元首用500亿稀释股权架空管理层，这就是你的元首？林总，决议已经通过，法律程序也已经启动，请您尊重股东大会的决定。决定？你们是不是忘了，我才是晨星集团董事长，也是最大股东。我们当然记得，但如果您无法解决公司眼前的危机，我们作为股东有权采取必要的措施自救。自救？好，我现在就以集团绝对控股股东身份宣布刚才的决议无效，会议暂停。刘副总，你可以出去了。林总，罢免林副总和引入新资本的决议已经通过，这是股东们共同的决定，程序合法合规。合法合规。根据集团章程第7条，在面临恶意收购和管理层重大变动时，最大股东拥有1票否决权。我作为晨星集团绝对控股股东，否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全部决议。那集团的危机怎么办？我们的钱怎么办？公司的危机我会解决，500亿，我林丽萍还拿得出来。至于你涉嫌职务侵占和非法利益输送，相关证据我已移交给侦查部门，等会儿应该会有人过来找你。妈，他们把我软禁在……没事了，小雨，局面已经控制住了。精彩，真是精彩啊！林董宝刀未老，反手为云，覆手为雨，佩服佩服。王总，你来干什么？哎，我来自然是参加股东大会，毕竟现在我也是晨星集团重要的股东。你胡说，我们集团的股东名单里根本就没有你。哼，如果是我收购了晨星集团的股份被你们知道，那我还怎么混？你还真是好手段啊，小王！没想到刘副总突然发难，背后居然是你在背刺我。就是我在背刺你。不可能！你的超凡集团虽然在南省范围内有不小的影响力，但我们晨星集团市值500个亿，你哪来这么多钱收购我们？500亿而已，林动看不上，尹氏家族更看不上。什么？5大尹氏家族？没想到啊，小王，你居然可以联系得上5大尹氏家族，并且获得他们的支持，怪不得你敢突然向我发难。没错，是我收购晨星集团市场股份31.5%，加上这几位股东，总持股比例达到52%。现在我才是晨星集团最大的股东。这不可能！妈，我们的股份怎么突然落在他手上？利用规则在市场进行隐蔽收购，联合内部股东，准备得很充分。商场如战场，林董，是你教我的。现在根据公司章程，我以绝对控股公司股东的名义重新改组董事会，并且由我兼任董事长连 CEO 职位，有人反对吗？
你这是恶意收购。我就是恶意收购，那又怎么样？林董，时代变了，现在单打独斗的传奇过去了，现在是资本联盟的时代，你出局了。放心，游戏还没有结束，鹿死谁手，犹未可知。还没有结束，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结束。我现在以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命令你们接管所有部门，冻结林丽萍、林小雨的权限。晨星集团现在姓王了。妈，怎么办啊？他真的掌握了控制权，我们就这样输了吗？慌什么？我不是说了吗？游戏还没结束。你妈我什么大风大浪没有见过，就这点小风浪，还翻不了船啊？林丽萍，你除了嘴硬还会什么？你看看我周围，董事会、股东，还有5大饮食家族都是我的人，你拿什么跟我斗啊？王总说的对，林总，时代变了，您那套单打独斗的英雄主义已经过时了，现在讲究的是资本合力。林董，识时务者为俊杰，趁早把位置让出来给王总，大家的脸上都好看。就是，何必闹得鱼死网破？王总背后是也是5大家族，你斗不过的。资本，就你们这些臭鱼烂虾也配叫做资本？把5大饮食家族给我拉过来，我或许还更不服。你少装算了，现在是我占上风。小王，你怕不是忘了，没有我的帮助，你的超凡科技能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吗？这道明头还怎样？把他们给我赶出去！抱歉，路上堵车，我来晚了。郑伟磊，你来的正好，看看我是怎么接手你苦心经营的晨星集团的。啊，林姐，不辱使命。辛苦你了，小郑。郑文磊，你少在这儿给我装神弄鬼！现在我是董事长，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赶紧给我滚蛋！小王啊，你难道就不好奇，现在正值晨星集团更新换届的关键时期，他一个人出差去干什么了吗？我管你干什么去，种中枯骨跳梁小丑罢了。林总，您请看，王总调集5大家族的收入资产，共500亿，但是在我的调查中发现，他们的协议条款极其苛刻，年化利息就高达60%。小王，我就是这么教你的，60%的利息，你敢借？只要拿下晨星集团，这些钱都会变成股份，我就不用还了。没错，但是在这笔资金最终的流向条款里面，有一条隐藏条款，就是如果王总没能成功的收购晨星集团，5大饮食家族就有权无条件强制收购你名下的所有抵押资本。妈，这是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如果小王不能成功收购晨星集团，那么他就会被5大饮食家族收走全部资产，变成一个穷小鬼。你怎么会知道？你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吗？林姐早在你联系刘副总的时候就有所察觉，我这次出差就是去核实你背后资本的真实来源和条款。好的很。林丽萍、郑文磊，你们别高兴得太早，就算你们把资金协议领出来又能怎么样？在法律上我还是最大的股东，我手里边还有牌。各位别被他们吓住，5大饮食家族的实力你们是知道的，只要我们挺过这关，股票拉升，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小王啊，
有时候你真让我觉得，我教给你那点东西，你是一点都没有学会。你凭什么这么说？我都把你摸得这么清楚了，你说我哪可能想不到怎么翻盘？我哪可能想不到怎么翻盘？什么？星耀资本秘密持股晨曦集团？我怎么不知道？你当然不知道。星耀资本是晨星集团的母公司，持股18%。您实际所操控的持股比例只有34%，而我们的持股比例已达到48%。林姐还是晨星集团的董事长。王总，您要是没拿到晨星集团的控制权，您就会被五大家族彻底吃掉。我知道，还要你说？你敢阴我啊？妈，原来你早就布置好了一切。哎，小王啊，你就用这种招数对付我，是不是有点太幼稚了？好一个林丽萍，果然老谋深算。你以为就这样完了吗？你还有后手？34%是吧？我手里面还有超凡科技的全部股份，我在海外还有资产，我要全部抵押，全部逼你变现，我要跟你拼到底。五大尹氏家族的支持势力还在，我要在市场上公开收购，直到彻底击垮你。你有权利调动五大尹氏家族的钱，反正他们现在也不知道，只要我能打垮你，一切都不是问题。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我要赌上我全部身家，跟你拼到底。我看你还有多少资金在这儿跟我耗。小王，你这是要一条道走到黑呀？是又怎么样？是你逼我的。你这是要押上一切，进行一场毫无胜算的豪赌。赌就赌，我就不信集合我和五大家族的势力，还吞不掉你一个晨星。我要让你20年的声誉扫地，我要让你变得一文不名。妈，他们要狗急跳墙了，你还有办法吗？哎，加上这五大尹氏家族，倒还真是有点棘手呢。黄总，您冷静一下，您就这么赌上全部资本，万一输了我们就全完了。还没打你就知道我会输，赶快滚去给我调配资源。变卖我所有的资产，全力在资本市场狙击晨星集团。没错，全给我压上去。林姐，王总已经开始针对晨星集团开展攻势，我们要不要开始反击？小王，收手吧，现在止损，你还可以保留你超凡科技的基本盘，做一个富家翁。一旦启动全面资本战，你就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市场的残酷，你我都清楚。林丽萍，我今天要踩着你和晨星集团的尸体登顶，要么就一无所有。我宁愿赌一把。唉，冥顽不灵，你高估了自己，也低估了我。你以为你押上一切是在跟我斗，五大尹氏家族就会把你啃得连渣都不剩？少在这危言耸听，成王败寇我认。这位磊，你不是他的狗吗？来呀，让我看看你们还有什么手段。小郑，既然小王执意要见识一下，那就如他所愿吧。好的，林姐。各部门注意，锁定目标为超凡科技，开始第一波反击。喂，什么？我们在海外市场投资被精准狙击了，保证金不足，快补仓！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在瑞士银行的秘密账户怎么可能会被冻结啊？那是我的棺材本呢！
是你干的，郑文磊！你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调动如此庞大的资源，精准打击我所有的命脉？林姐深耕全球市场20年，她的手段远超过你的想象。你所有的资金、账号、企业，在林姐眼里无所遁形了。小王，收手吧！你现在收手，我还可以留你一条性命。虽然你破产了，但是至少性命还在，你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还有5大家族的授权，我要用5大家族的资金放手一搏。你跟我是有什么深仇大恨吗？就非要做到这一步？我不服，我就是不服，我就是看不惯你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给我动用5大家族的资金，继续狙击晨曦集团。那这次要面对的可是5大影视家族，你还有把握吗？本来不打算做到这一步的，既然他视我为仇寇，那我也不必再给他机会了。小郑，不用给他机会，全力施展。好的。郑总，我们正在全力进攻超凡科技的私有资金池，不过5月资本下场了。不要怕，继续进攻。我们有星耀资本在支持我们。是，你以为你有星耀资本的帮助就能打垮我吗？当然。星耀资本出手了。星耀资本摧枯拉朽的击败了超凡科技和5月资本。郑总，我们赢了。林姐，不辱使命，我们赢了。做得不错。您谬赞了，有您的星耀资本的帮助，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会输。完了，全完了！林丽萍，你好狠！你早就布置好了，就等着我往里跳，是不是？小王，我给过你机会了，而且不止一次。路是你自己选的，资本世界的游戏，愿赌就要服输。服输？我输了，我彻底输了。林总，我知道错了，你饶过我吧。我不仅把自己资金全部输掉了，就连5大影视家族的钱我也都输掉了，他们不会放过我的。小王，我说过，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哎呀，林总，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就是给你当牛做马，我也好过落到5大家族的手里。王总，大家都是体面人，不要弄得太难看了。趁着5大家族的人还没来，快跑吧，能跑多远跑多远。好，既然你们不愿意给我这个机会，那我就不求你们了。我们总会有再见面的一天。南宫小姐，废物就是废物，我当时怎么就相信了你这个东西，能击败大名鼎鼎的金融女王呢？我一点小挫折就让你丧失理智，家族的资源进行这种毫无章法的自杀式攻击，输了就输了，还向敌人卑躬屈膝，5大家族的脸都被你丢尽了。南宫小姐，闭嘴！从此以后，超凡科技与你再无关系，你个人名下所有资产将由家族接管，弥补部分损失。南宫小姐，我对5大家族忠心耿耿，你能不能法外开恩，饶我一次？滚开！5大家族里面没有失败者的位置。南宫小姐，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姓王的，快点给我滚，否则我对你不客气了。好，算你狠！林女士，久违了。南宫岩，我也没想到是在这种情形下再见。一别多年，林女士还是风采依旧啊。我也没想到这么久没见，5大家族居然轮到你来主持大局了。
林女士，刚刚手下人不懂规矩，给你们拿下来。不过你让我武大家族蒙受了不小损失，这件事儿可不能这么算了。可是你们武大家族联合王总先来找我们麻烦的，现在打输了，怎么还要我们赔偿你们吗？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我们能在世界上屹立这么多年，自然也不是靠着讲道理过来的。家族的铁律之一就是从不做亏本生意，如果亏了本，那就解决掉让我们亏本的人，这就是我们的规矩。你们也太霸道了！霸道？林小姐，如果你拥有了绝对实力，你也会霸道。你们，小雨，不必动气，他们武大家族的人一向如此秉性，赢了就欢欣鼓舞，输了就要掀桌子，几百年来皆是如此。正是，林女士，不如我们玩得更大一点。我代表武大家族正式向你金融女王林丽萍发起挑战，千亿资金随时入场，不知道林女士敢不敢接？千亿资金，我还真是没想到啊！当年南宫家这个小丫头长大了之后，架子倒是摆得十足。倚老卖老，林女士，金融市场可是不看资历的，多说无益，您敢接吗？看来我让你亲眼见识一下，你是不会明白，为什么20年前人们都称我为金融女王。小郑，林姐，南宫小姐想看看我们的底牌，那就让她看个清楚。她压1000亿，我跟1000亿，陪她玩这一局。明白，林姐，我现在就去领取授权，把星耀资本全面激活，所有关联基金、跨国银行通道同步激活。武大家族联合治理，代号收割，目标星耀资本以及所有关联实体。我要在10分钟之内看到星耀集团彻底破产。妈，您这是要跟武大尹氏家族全面开战了，咱们能赢吗？看着就好，小雨，这就是顶级的资本博弈，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将来我要把星耀资本交到你手上，这些都需要你来掌控。欧洲市场出现巨量抛单，针对我们持有的科技股。北美对冲基金开始联动，做空了我们的债券组合。亚洲汇市也出现异常波动，我们的外汇头寸也受到冲击。感觉如何呀，林女士？2000亿资金在全球市场翻江倒海的滋味，是不是让你找回了一点当年的激情呢？翻江倒海啊，还差得远呢。文磊启动预案，重点稳住欧洲和亚洲市场。另外，联系我们在中东的盟友，让他们进场对冲北美的压力。是，联系中东主权基金。没想到啊，李女士，你隐退这么多年，还能保持如此高效的全球响应能力。唉，底蕴从来不是靠嘴上说出来的。马公女，你以为靠钱就能追平一切？但是资本的运作讲究的是时机、人脉还有渠道。更何况，就算是拼钱，我也不见得就会输给你们武大尹氏家族。你隐退20多年，难不成还能比我们武大尹氏家族还有钱？这20年来，我虽未在台前，但台下功夫也可以微服松懈。林总，中东资金入场了，规模超预期，北美方面的压力减轻，我们的反击开始了。反击？你以为这就能打败我们武大家族了吗？南宫小姐，从目前的形势看，我们好像就快要获胜了。获胜只是让你占点小便宜罢了，真觉得自己能赢了？我是南宫岩，启动我的个人账户，立刻对星耀资本进行做空操作。
郑总，出大事了！星耀资本的股价突然大幅下跌，我们被偷袭了。怎么回事？星耀资本账户还有多少可以用的资金？不足2000亿。照这个下跌速度，我们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赶紧出售我正云资本所有能变现的资产，不能让资金链断掉。贾政，不必了。林姐，我还有能力应对，再给我1分钟，我就能挽回败局。不用变卖资产，我还不至于让你承受这么大代价。南宫小姐，现在该我们2个人的正面较量。抱歉，林姐，没能完成您分配的任务。没关系，你刚才表现的已经很出色了，快去休息吧。林总，对方正在调集资金，全力做空星耀资本，我们该如何应对？他们既然要做空，那就让他们付出代价，有来无回。林女士，星耀资本的股价突然停止下跌了。你们这些人到底在做什么？星耀资本的股票怎么突然会跌了？你们到底在干什么？我投入了那么多的资金，给你们这么大的权限，为什么现在连星耀集团的股价都打压不下去？妈，你到底做了什么？星耀资本的股价怎么突然不跌了？只是动用了一些他们不知道的资产吧。没用，没用，全部都是没用的东西。我就不相信了，拿我南宫家的固定资产去抵押，换取现金。我就不信我干不过一个小小的星耀资本。南宫言，你这是要铤而走险啊！压上你们南宫家的固定资产，就为了让我星耀资本破产。不争面子争口气，今天如果不能搞垮你们星耀资本，我南宫家就不配当5大家族的领头羊。真有志气。嘴还挺硬，少说废话，做好准备，等死吧。给我全力以赴，必须彻底打垮星耀资本。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星耀资本的股价马上要跌到退市清算了。急什么？现在才刚开始而已。林丽萍，你装的一副稳若泰山的样子，你好好看看，星耀资本可是马上要退市，等它退市，你的星耀资本就彻底废了。是吗？我好怕，你快停手啊！哼，牙尖嘴硬，我看星耀资本退市，你要怎么给我哭？妈，星耀资本马上要进行破产清算了，那又怎么样？妈，您不急吗？星耀资本一旦退市，我们就彻底输了。输？你该不会以为妈手里只有这一张牌吧？Yes， 星耀资本已经破产清盘。做得好！今天在场的每一个人，每人奖励200万。没想到啊，当年大名鼎鼎、未尝一败的金融女王，竟然败在我手里。林丽萍，不知道你现在有何感想呢？是后悔当初的傲慢，还是心疼这付诸东流的1000亿身家呢？南宫言，你知道什么叫目光短浅吗？你什么意思？就在你抵押贷款准备进攻我星耀资本的时候，你就没有想过，如果这个时候你的固定资产被抄底的话，会是什么结果呢？装神弄鬼，抄底啊！谁能抄我的底？谁敢抄我的底？林姐，您吩咐的事情已经都办妥了。大局已定。
我们四大家族的所有固定资产都被公平资金收购了。你趁着我抵押资产换取现金，买走了我们全部的股权，你怎么可能办得到？我能不能办到？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了。这是明修栈能暗度陈仓，妈，你太强了！你早就计划好了，你故意示弱，引诱我调动全部资金去攻击星耀，甚至抵押资产。你真正的目标从一开始都是我们五大家族的根本。现在你才明白啊，可惜已经晚了。南宫岩，这场游戏你从一开始就没有胜算。我不是在跟你竞争，我从一开始就是要彻底颠覆你五大影视家族。林丽萍，你好狠的手段，你毁了我，毁了南宫家，你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五大尹氏家族的平衡会被打破，整个资本圈都会被震动，你这是在引火烧身。旧的平衡注定会被打破，至于震动，我20年前可以搅动风云，20年后我依然可以。你知道不知道？如果我南宫家倒了，其余四大尹氏家族会彻底吞掉我们南宫家，整个世界的格局都将被打破。那又怎么样？你们五大尹氏家族本来就是世界资本市场的一颗毒瘤，我除掉你们，就是在扶手的制度上剜掉这颗毒瘤。小郑，基于我们对南宫家的绝对控股权，我以最大股东身份即刻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是，林姐。相关的法律文件已经准备就绪，我们的团队可以即刻接管。不，你不能这样！林丽萍，给我留条活路。路是你自己选的，资本市场的规则你懂，我也懂。成王败寇，愿赌服输。不，你不能这样！林丽萍，给我留条活路。我们南宫家几代人的基业，不能就这么毁在我的手里。我父亲、我爷爷，他们若是在天有灵，看到南宫家100年基业毁于一旦，我怎么有脸去见他们？20年前你们五大尹氏家族联合打压我时，可曾想过给我留条活路？你今日的结果，不过是你昨日选择的必然。林丽萍，你会后悔的。四大尹氏家族不会放过你的。你以为你打败了南宫家就结束了吗？这只是一个开始。资本世界的规则不会允许你这种破坏平衡的人存在。小郑，带下去。我不想再听他胡言乱语了。妈，我们真的赢了，这五大尹氏家族之一的南宫家就这样归我们了。我感觉像是在做梦一样。不是赢了，只是第一阶段刚刚结束。分下南宫家只是个开始，其他四大家族不会坐视不管，更大的辉煌还在后面。南宫家旗下的产业盘根错节，需要尽快派驻我们的人稳定局面，以免那4家趁机蚕食。你说的对，小郑，这件事我交由你全权负责，动用我们所有的资源和盟友，务必在24小时之内完成对南宫家核心产业的控制。明白，我立刻去办。妈，您刚刚说的要颠覆五大尹氏家族是真的吗？这太疯狂了。小雨啊，这个世界运行的某些规则已经腐朽了，他们垄断市场，践踏公平，视众生为蝼蚁。我20年前选择暂时隐退，不是怕，而是在积蓄力量，等待一个把他们连根拔起的机会。所以王总，甚至是南宫岩，他们都是您回归路上的垫脚石。所以小雨，你准备好了吗？接下来的路会比今天看到的要凶险100倍。南宫家就这么没了。李丽萍，好
好一个冀中女王，20年未见，这一出手便是雷霆万钧呐！你这个蠢货，刚愎自用，不可欺，把整个家庭都赔进去了，活该！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雷霆的目标不只是南宫家，今天他能用这种手段吃掉南宫，明天就会用这种方法对付我们任何一家。他这是在向我们宣战，凭借吞并南宫家获取的资源，他的新教资本将会膨胀到一个可怕的地步，必须在他彻底消化账目前将其放手。扼杀，谈何容易？他现在风头正劲，再加上他掌握了南宫家的资源和人脉，这要真是硬碰硬，我们未必能占到便宜。到我们就眼睁睁的看着他做大。你们别忘了，我们武家虽然明争暗斗，但维持现状才是根本。林丽萍就是个破坏者。硬碰硬不至，但我们可以结盟，集中我们4家的资源，从经济、政治、舆论各层面封杀他。这个世界不只需要资本，还需要规则，而制定规则一直是我们。东方家主言之有理，是时候让世人重新记起林氏家族为何隐世也能屹立不倒了。既然要针对林丽萍，我倒有个人选，只要他不知道林丽萍的真实身份，就能拿捏住林丽萍。秦志远，进来吧。四位家主，给四位家主请安了。这是什么？秦志远就是林丽萍的前夫，林小雨的生父。对，我就是林丽萍的前夫。我们让秦志远以林小雨生父的身份把林小雨给骗出来，到时候用林小雨来要挟林丽萍，就不怕他不就范。妙，这招一出，林丽萍这么疼爱林小雨，一定会对我们予取予求，就算让他当场在我们面前自尽，恐怕他都会愿意。四位家主，你们拿捏林丽萍一个保洁干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只需要办好我们交代给你的事就行。是。志远，我们4大隐士家族给你足够的资金，你有没有信心把林小雨骗到国外？当然了，感谢4位家主，我一定把林小雨给你们带过来，重振4大隐士家族名声。我知道了，继续观察，有任何异动随时向我汇报。果然不出我所料，另外4大家族已经碰头了。那我们怎么办？被动防御只会挨打，既然战争已经开始，那就要掌握主动权。我花了20年的时间研究他们，等的就是这一刻。妈，是爸爸，他回国了，想约我们见面。秦先生，他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会不会是4大家族的人？告诉他，我们没空。他说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谈，关于我的未来。你的未来？好，那就去看看他到底要耍什么把戏。丽萍来了，来坐。有什么事儿说吧。没事儿，
就不能找你们吗？这么多年了，咱们也一直没见过面。我知道你对我有怨气。秦志远，你想多了。我对你有怨气，我对你没有任何怨气。我知道当初丢下你一个人，我走了，对你有亏欠。现在我可以做出补偿。没有这个必要。你有什么事儿直说，别在这跟我兜圈子。女儿，这么多年，爸爸其实真不知道你的存在，要不然我早就去看你了。你找我妈到底有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就是咱们在一块儿叙叙旧。我跟你没什么旧可叙的。小雨，我们走。哎呀，你看看你，脾气还是这么暴。我这次来呀，是要带小雨离开，带她去国外。我没有听错吧？你要带走我女儿？是啊。秦志远，你在痴心妄想。女儿从出生到现在，全部都是我在抚养，你没有照顾过她一天，她凭什么跟你走？哎呀，李萍，你要是真心待小雨好，就应该让她跟我走。李萍，你要是真心待小雨好，就应该让她跟我走。为什么？还为什么？这不很明显吗？李萍，你就别逞能了，你就是一个保洁，你呀，没有能力给小雨更好的生活啊。那个，我插一句嘴，其实我妈她……你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你还有什么真实身份？你不就是一个保洁吗？他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难道他真的不是4大家族派来的人？是什么不重要，小雨，你知道吗？爸爸是明硕资本的负责人，在整个西方，爸爸都有很强的实力。可是晨星集团也是大夏的明星企业。晨星集团不就是你们工作的地方吗？晨星集团固然厉害，但那毕竟不是你们的产业。爸爸在明硕资本有15%的股份，相当于是爸爸的产业。区区15%，变成你的产业了。李萍，你就别逞强了。即使我只拿明硕资本15%的股份，也价值几十个亿。你知道几十个亿什么概念吗？小雨，这么多年跟着你妈，恐怕没有见过这种奢侈品吧？我是没有见过，可是……不用可是了，李萍，你给不了女儿更好的生活，女儿就交给我抚养。谁说我给不了？小雨，这是爸爸上个月在日内瓦拍下来的《海洋之心》，价值3000万。爸爸现在事业很成功，想好好补偿补偿你，看看喜不喜欢。秦志远，拿条假货过来糊弄女儿，你倒是越来越有出息。你胡说什么？这明明就是真的。真品。上个月日内瓦拍卖会上的《海洋之心》是我拍下来准备送给女儿的。真品现在就在我的手里。在你手里？你一个保洁，恐怕都没见过这么贵重的项链吧？还在你手里？凭什么？小雨，来看看，喜不喜欢？喜欢，谢谢妈。是我记错了，这是我去年在苏黎世拍下来的，不是日内瓦。多说无益，项链是哪儿买的不重要，你这次回来到底要干什么？我要带小雨去国外生活，跟着你这个保洁妈妈能有什么前途？我能给小雨最好的教育跟生活。什么？我不去。小雨，听爸爸说，爸爸在欧洲有自己的公司跟庄园，在那儿能让你过上公主般的生活，比跟着这个保洁妈妈强多了。可我不需要这些，我现在和妈妈生活得很好。你根本就不明白真正富贵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你妈妈给不了你，她就是一个保洁啊。秦志远，20年没见，你还是这么自以为是。
我不是来征求你同意的，我是来带走我女儿的。爸，你不要再说了，我是不会和你走的。林小雨，你被这个女人洗脑了，她连自己都养不活，凭什么培养你？你怎么知道我现在的情况？我当然知道，你在晨星集团干保洁，住着破房子，这些我早就调查清楚了。哼，你笑什么，林丽萍？你拿什么跟我比？我动动手指头，都能让你在大厦再无立足之地。让我在大厦再无立足之地。秦志远，20年没见，你的口气倒是大了不少。不过据我所知，你那个明硕资本在国外规模不过中等，你凭什么可以说出让我在大厦再无立足之地这样的话？除非你的背后有更了不得的靠山，能说出这样的话的，在大厦乃至全世界屈指可数。比如那些盘根错节、喜欢藏在阴影里的隐士家族。你怎么知道隐士啊？不，我的意思是什么隐士家族？你别在这儿故弄玄虚。你居然还真的知道隐士家族？一个国外规模中等资本的人，怎么可能知道隐士家族？你在说什么？什么狗屁隐士家族？你以为我在这儿跟你拍短剧呢？他绝对是那4家派的，不能再让他接近本人。妈，情况不对啊，时机太巧了。南宫家刚倒，他就出现，还要强行带走我。我知道。小郑是我。立刻动用最高权限，彻底调查我的前夫秦志远，重点查他近期所有大额资金的最终来源，追踪路径。是。尤其要查是不是从东方、西门、中野、北堂那4家的关联账户里流出来的。我要在最短时间内看到确凿证据。明白，林姐，我马上启动最高级别的调查。你到底是谁？你怎么知道这些？我是谁，你很快就会知道。但你是谁派来的？我现在已经很清楚了。什么谁派来的？没人派我来，我就是单纯的想给女儿更好的生活。还在嘴硬呢，等会儿小郑找到了证据，我看你还怎么狡辩。小雨，别听他胡说，他就是在转移话题。跟我走，爸爸能给你更好的生活。更好的未来，是让他成为你向新主子邀功，从而要挟我的人质吗？秦志远，还需要我念出来吗？你的私人账户里在3天前收到了5亿美元的注资，源头正是由4大家族共同控制的共识基金。你还敢说你不是他们派来的人？爸，不，秦志远，爸爸说的是不是真的？你回来认我，给我看项链，说要给我更好的生活，全都是假的。你的目的其实是骗走我，然后用我来威胁妈妈。是又怎样？小雨，你别怪我，要怪就怪你妈不知死活，非要跟5大隐士家族作对。我拿你是救我自己，也是救你。跟着他只有死路一条。救你，救我，用绑架自己的亲生女儿去换取荣华富贵，这就是你救的方式。秦志远，你不是我爸爸，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的亲生父亲会是一个为了利益不惜把自己女儿当作筹码和工具的畜生。我是你爸，你的命都是我给的，今天我必须带你走。从这一刻开始，你不是我林小雨，再去与你秦志远断绝父女关系。从今往后，你是死是活都与我无关。你休想再利用我，伤害我妈妈一分一毫。好，好一个断绝关系。既然软的不行，那就别怪我来硬了。不管怎么说，我都是林小雨的亲生父亲，我要带他走，谁也阻拦不了我。你以为说断绝就断绝吗？
血脉是断不掉的。今天你必须跟我走。都进来，把人给我带走。就是他，把他给我带走，立刻送去机场。秦志远，你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绑架！光天化日，我既然敢来，就做好了万全的准备。这点事儿自然有人摆平。动手，叫他们都给我上来！秦志远，你要干什么？我这次来准备了30人的保镖团队，你说谁能拦得住我？我看你们谁敢动我女儿一根头发！林丽萍，你一个弱女子，我们凭什么不敢动手？金先生，你的人已经都被我控制住了。控制住了？你什么意思？林姐，萧玉小姐，抱歉，我来晚了。所有打手都已经被我们清理了，现在餐厅的前后门都在我们掌控中。你想干什么？这是我跟我女儿的家事。家事？金先生，你动用武力企图绑架，这就早就不是家事了。况且你企图绑架的是星耀资本未来的继承人。一帮废物！就这，还跟我按总统保镖的价格要钱？林姐，金志远已经被控制住了。林丽萍，你放开我！你凭什么绑我？你这是非法拘禁！非法拘禁？秦志远，你带着一帮打手在公共场合试图绑架我女儿，你说我非法拘禁你？秦志远，有这么多双眼睛看着，人赃并获，你说警察来了会先抓谁呀？为了钱，你不仅出卖灵魂，还把自己的亲生骨肉明码标价卖给那些魔鬼。秦志远，你让我觉得恶心。不是这样的，丽萍，小雨，我也是被逼的。4大尹氏家族，他们的势力太强大了。我如果不乖乖照做，我在国外的产业就都完了。我也是被逼无奈呀。被逼无奈，所以你就选择牺牲自己的女儿。秦志远，你的自私和懦弱，20多年了，真是一点都没变。文磊，报警，把这些企图绑架的人，连同他们背后主使者的信息一并交给警方。我已经报警了，并且通知了律师团，以绑架未遂的罪名，对他提起了最严厉的刑事诉讼和民事赔偿。说得好，我们走。丽萍，你不能这样。念在我们夫妻一场的情分上，念在小雨是我亲生女儿的份上，你不要告我，我不想坐牢。从我和你断绝关系的那一刻起，你我的父女情分已尽，法律会给你应有的惩罚。妈，那可是我的亲生父亲啊，他都可以为了利益毫不犹豫地抛弃我。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比他冷酷无情100倍的4大家族，我们真的能赢吗？小雨啊，你记住，能不能赢这句话，在你问出来的时候你就已经输了。我们要做的是必须击败4大家族。好，我们一定除掉4大家族。4大家族联手封杀我们，舆论、供应链、金融市场3管齐下。小郑，我们的压力很大呀。是啊，林姐。现在部分合作方已经开始动摇，股价有异常波动。他们这是想复制对付南宫家的手段，让我们4面楚歌呀。真是好计谋啊，4大家族。但是他们忘了，南宫家这块肥肉还在我们的手上，而且最了解他们内部运作和脆弱点的人，往往就是他们阵营里面出来的人。您是说南宫言？一个内心充满仇恨、一无所有却又深知内情的人，他的价值有时候胜过千军万马。安排一下，我要见他，记住，绝对要保密。好。
林丽萍，你把我害成现在这个样子，现在又想玩什么把戏？看我笑话吗？南宫小姐，我不是来看你笑话的，是要给你一个机会。什么机会？复仇的机会。其他4大家族他们是如何趁火打劫，如何在你南宫家倒下时疯狂蚕食原本属于你们的利益，你比我清楚。你别忘了，把我害到这步田地的是你，你才是罪魁祸首。再说了，凭我现在一个丧家之犬，怎么复仇？你只是失去了南宫家的光环，但你脑子里的东西还在。他们4大家族可以对你落井下石，而我可以给你一根绳索。当你的棋子吗？不是合作者。你帮我击破他们的联盟，向我提供他们内部不和、违规操作甚至违法的证据。事成之后，我可以保你后半生无忧，甚至我可以让你拿回南宫家的部分核心产业，由你独立运营。至于你接不接受我这个敌人给你的机会，看你。我要亲眼看见4个老家伙身败名裂。这是西门家族与境外洗钱集团往来的关键账本路径，隐藏在3层离岸结构之下。东方家和中原家看似联盟稳固，但实际上为了东南亚的市场分配，早已互相下绊子。这里是他们相互窃取机密的证据。这些证据足以让他们在资本市场名誉扫地，甚至面对国际诉讼。小郑，整合所有证据，有节奏、分阶段的释放出去。先抛出一部分，制造他们之间的猜忌和内讧。等他们自乱阵脚、互相攻击时，再给予致命一击。最重要的是时机。有什么重要的关切检点吗？4大家族定期会有一个秘密联席会议，就在明晚。小郑，明天晚上会议中途，把他们各自背叛对方的证据匿名发送到他们个人的私人邮箱里。我要让他们在自家阵营里先狗咬狗。各位家主，林丽萍已经开始对我们4大家族展开反击了，而且林丽萍的反击比预想的更猛烈。我们要加大反击啊！我同意，要让他知道挑战规则的代价。怪秦志远那个废物，要是能成功把林小雨绑架过来，哪还有这么多麻烦？你们已经敢在背后搞我的新能源项目，东方，你还有脸说我？你勾结官员打压我招标的事情怎么算？钟毅，东南亚那份肥肉，你吃的行啊？是先动动手吧。南宫小姐，没想到你还有这样一手黑客技术，能入侵他们的摄像头。狗咬狗一嘴毛，让他们咬，咬得越狠越好。抓紧时机，小郑，动手。好。报告，做空计划已实施成功，4大家族的核心上市公司股价集体暴跌，触发熔断。是时候了，向全球媒体提供我们掌握4大家族的全部证据。另外，以星耀资本的名义，向4大家族旗下优质企业提供善意收购邀约。我们要在废墟上建立新的秩序。先冷静，这摆明是林丽萍的离间之计，他想让我们内讧。东野，邮件里你青春联盟基金的黑账也是他编的，你当我们是3岁小孩？联盟，哼，与虎谋皮，不过如此。这样的联盟，不结也罢。完了，他什么都知道了。
我们之间相互那点脏事，他都知道，这还怎么打？诸位，即便是先前我们各有算计，但是我们现在在一条船上。现在林丽萍想将我们连根拔起，若不合力，他会恶击破的。合力？跟你这种驻空联盟基金的人合力，谁知道你会不会在背后再捅我们一刀？周远，你说合力怎么合？我的股价已经崩了，还有我的资金链快要断了。你们谁先掺进我点资金，让我应个急？你自己的烂摊子自己收拾。我现在也是焦头烂额，哪有余力帮你呀？更何况，谁知道你有没有和林丽萍、赵双黄来靠我们的老底呀？你是不是？够了！既然这样，那就各自珍重吧。林姐，第一阶段目标已经达成，4大家族的信誉已经彻底破裂。他们真的不堪一击？哼，什么百年家族，根子早就烂透了，稍微挑拨就原形毕露。狗咬狗的戏码看够了，是时候收网了。小郑，不要留余力了，全力出击。好，启动最终收购方案，同时向全球监管机构提供我们掌控的关于4大家族的违法犯罪的全部证据链。妈，这样他们是不是就彻底翻不了身了？小雨，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当他们掌握规则践踏公平的时候，何曾想过给别人一个机会？我们要建立新的秩序，就要彻底清除这些毒瘤。他妈的！监管机构突然进入我所有核心企业，冻结资产，说收到了举报。是谁？是谁他妈屁股没擦干净，连累了我？我多家上市公司同时遭受到恶意收购，是新教资本，他动手了，肯定是他动手了。诸位，兴许我们还有机会。我们现在把所有的资源集合在一起，或许还能有一搏。够！收起那副假青的嘴脸，到现在你还想讨那点儿，你自己留着陪葬。事已至此，说不易。诸位，自求恶补吧。诸位家主，游戏结束。林丽萍，你出来！有本事你出来！完了，全完了！100年基业毁于一旦。李丽萍，你好狠啊你！最新消息，4大影视家族因其长期涉及垄断经营、操控市场、巨额偷税漏税，乃至涉及跨国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证据确凿，已被全球多国监管机构联合立案调查。受此影响，4大财阀旗下上市公司股价已彻底崩盘，已申请破产保护。与此同时，星耀资本宣布已完成对上述财阀的核心优质资产的善意收购，新的商业巨头已然崛起。妈，我们真的赢了。是啊，我们赢了。旧的规则已经打破，但只是一个开始。建立并守护新的秩序，是我们接下来也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责任。林姐，新的董事会即将成立，世界在等着我们的声音。属于我们的时代才刚刚拉开序幕。